住乡下的好处。对焦。小瓜牛。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火星塞的更换时机。一般来说，除了电动车跟柴油车以外，还有脚踏车。一般来说，内燃机一定都会有火星塞。其实从火星塞，从最早以前的火星塞到现在，好像都是长这种样子。那要么就是这一种，注意看里面的点火的那个圆柱体。有没有？它是比较圆柱体型的。这个有人说是铜啊，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材质。但是他们说这是铜芯火星塞，铜金属那个铜。那这一种就是合金的。一般尖头的这种就都是合金的火星塞。然后它还有分哦，你仔细看。上面这边，这样子应该有看到吧？它那个弯形的这边，它这边有一个白点，有没有？它那边有个白点，这种就叫做双合金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是单合金点火的话，你只有这个是尖的，然后另外一边就像这样子，啊，另外一边就像这样，整个都是金属的。那基本上有2个的，譬如说双白金、双铱合金、双镣合金，诸如此类的。那火星塞，再来就是这个头。因为点火帽的设计啦，它大概就是这2种。我知道还有一种很旧的，它是有种类似夹子的。那个因为现在都不流行了，就另当别论。然后一种就是这一种大头的，一种就是螺牙式的，基本上摩托车大概都是这一种。那火星塞如果出现什么症状才需要做到更换呢？一般来说，多半都是以这边为主，因为火星塞的功用就是点火嘛。当你有你的损耗影响到点火效能的时候，就一定多半都是做更换。那像一般的好了，这种的铜芯的火星塞，你只要出现它的边角。开始出现圆滑的状态的时候，因为这种铜芯火星塞的话，蚊子一大堆。因为像这种铜芯火星塞的话，基本上它的铜柱，它的点火会从最尖锐的那个角射出来，就像为什么特殊合金的点火头都是尖的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当你的铜芯火星塞它的那个圆柱体的边角变得圆滑的时候，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点火效能。所以多半以前的老司机会拿锉刀自己磨，再把它磨到90度尖角那种感觉，对，圆柱体啊，然后再继续使用。那像合金的话，一般来说它的寿命很长啦，所以
多半会出现，除非像我之前我进在那个它的那个头整个被我点到不见了。基本上就是你看这个头，它尖尖的这个头，如果变短了或者有缺角之类的，就需要更换，因为这个很直接的就是影响你的点火效率。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像这样子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它偏点。它整个这个角都被点掉，金属都被点光，都被烧光了，然后整个都是斜的，这样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有没有？它整个这个接地这边，它整个都被吃掉了。像这个的话，很有可能是你的。应该怎么说？因为这种状况不太常发生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台车会点成这样子。一般来说，有可能是点火间隙太细太小。像如果汽车的话，你看，像我上一篇有讲，它的点火间隙，它汽车来讲的话，点火间隙应该不会这么细，它就一个锯板。多一点点而已，所以它这个应该是点火间隙太小造成的。因为我上一篇我有讲，你点火间隙过大，它的火焰虽然它的跳火会比较长，但是它的电量会降低。那如果你的点火间隙太细的太密的话，你的点火会比较短，但是你的电量会比较强。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，然后再来就是上一篇也有讲螺牙的清洁，因为以火星塞来讲的话，正极从这边进去，然后从这边跳火到负极，然后它的负极基本上就是这一块就是靠锁在气缸上面，跟引擎。吃引擎的接地，然后让它产生跳火。那为什么老车？其实我记得我在那一片接地线那一片里面，我就有聊到最好的接地线接点，大概就是那么几点啦。因为就是为的就是要增加它的负极传导效率，然后。老车最明显，其实如果你真的接的地方接得好的话，新车应该也会有感觉。火星塞的更换时机跟检查方式，应该大概就这样子。其实还有陶瓷体，你陶瓷本体千万不要有裂，你有裂的话会造成不正常跳火。然后其他的螺牙的检查，其实如果你没有敲到的话，应该螺牙不太会有出现状况。所以目前看起来，那还有就是火星塞更换，就是因为每台车的型号，它的样子大概都是这样子，除非。像这种我都是叫短头的，这个头最短，它是直接凹在里面，然后这个是次一级，它凸出来一点点，然后像我车上装的就凸出来比较多，但是这个你必须先确定你的燃烧室里面有没有这个空间，因为你这个如果头凸一点的话，比较长的话，它会比较长。如果你改装车，像你有改凸顶活塞或一些原厂特殊设计的话，千万不要随便换成长头的，你可能会敲到。然后其他的就是按照你原厂的规格，你是什么？因为多半型号来讲都是在后面这边，
这个可能有机会我再想谈了，或者可能我是觉得看各家火星塞官网公告会比较准啊，也比较有公信力。那就是按照你原车它规定的火星塞的样子，应该我会说是样子。譬如说你的螺牙多长，然后你这个陶瓷头出来多少，然后这边的头的形式都按照原厂的规范。但是我们可以更改的就是改变它的点火的这个头。譬如说你看像刚刚讲的铜头铜芯的头，我们可以换成特殊合金，但是我是觉得换到白金1合金应该就很好了，不要再换什么2合金。我进站那一刻好像就是2合金的，我忘记了。那感觉是没有感觉，可能车太老了啦，我进站也很老了。那所以就是说，可以跟动的就是点火头的材质跟它的这个陶瓷头，但是这个改陶瓷头的长短，这个有限制哦，自己要小心。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好跟动了。你千万不要说短牙的，你跑去装长牙，你一定会把活塞撞烂。然后你也不要说你是长牙的，你改短牙。你改短牙的话，你的点火头等于就是譬如说是本来是要锁成平的嘛。如果你换成短牙的话，它是不是就变成就躲在这里面？你的点火效率会变得非常非常差，然后积碳会很严重。好了。那火星塞的基本清洁在上一篇我就有讲了，那这一篇就是火星塞的检查跟更换时机，就大概这样子啊。其实有在看我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从来没有买过新火星塞，我都是去保养厂捡人家换下来的，而且都很好用。你去高级车厂捡的越好。所以火星塞寿命没那么短啊，它算蛮耐用的东西。只要你是用正的火星塞，跟用对型号，基本上火星塞都可以长长久久，只要定期清洁、注意保养检查就好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